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是以巴的冲突啊，当然呢这个持续还是不断的爆发双方的这个攻势哦。好，那现在呢以军他们也是说要加强攻势了，那这也代表说陆战呢是不是也准备真的要来开打了呢？因为看到说呢以军啊他们在这个加萨宣布有数万的士兵哦，他们集结在边境。好，那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他呢是在加萨的边境对着他们的军队喊话，说很快就要进入到加萨了，而且敌人也在积极的准备，但是他们同样也是做好了准备哦，希望说呢可以鼓舞这个以色列军队的士气。好，只是说呢现在呢这个以色列国防的军发言人他们也说，要向哈马斯施加更多的压力哦，这显见双方都在压力锅的边缘。好，美国媒体呢就描绘说，加萨地面战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呢？你看哦，以军最麻烦的可能就是要逐门逐户的来扫荡哦。那一旦进入到城镇战的话呢，大部队的所有优势很可能就因此不在了。尤其我们看到这个加萨有这个800公里长的地道这可能会是这个以军步兵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因此呢就得用上像是机器人等等的工具哦。不过现在呢，以色列方面呢，他们也不断的空投传单哦。当然，这个在巴勒斯坦方面就说这个是一个恐吓是一个心理战哦。可是呢，他们这内容就是明确的警告说，任何不撤往南部的人，最后可能都会被视作是恐怖组织的共犯哦，就是开始在警告了。而以军呢，也下令说，在加萨北部的这个圣城医院和5所学校，平民赶快撤离。那目前在这个医院呢，收容是有超过400名的病患，另外还有1.2万名的平民在医院的周遭呢，他们也要赶快来避难了。而至于呢，人权调查人员呢，他们也在针对说日前加萨医院的报价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哦。这是呢，英国媒体他们在这个网络上发布说，这初步调查结果除了呢有影片录音之外，还有现场爆炸的3D 模型的整体分析。那么就说依照影片拍摄的方位还有这个声音来分析，火箭飞行的方向很可能就是来自东侧。那这样的话，就跟以色列所宣称的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们也质疑说以色列所公布的这个录音档似乎是有加工过的痕迹，因为呢，2个人的声音是分开录制，结果没有想到透过软体把它合并在一起。好，而现在真的是有对巴勒斯坦人来讲空袭炼狱，因为呢，你看以色列空袭这个约旦河，连这西岸的清真寺这边因为为什么呢？要攻击清真寺？因为他们宣称下方是有哈马斯的基地而呢，这个10月20号这场空袭也是以军在1周内第2次的已经空袭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地区了。那他们号称是击毙了1名恐怖分子那另外呢，在前一次是10月19号空袭的地方是图卡瑞姆目的呢也是说我要逮捕嫌犯，结果造成12个人死亡。所以现在就有被质疑说以色列你难道都是专挑加萨人口密集区来轰炸吗？我们先看看这2张图这个真的是不胜唏嘘这是在之前的加萨地区，那么被空袭之后呢，变成是这样夷为平地了，就是加萨的中部这个街区都变成是平地了。那么呢，另外是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上的空拍画面可以说真的是满目疮痍因为呢，这个空袭过后因为它等于是不管你是平民还是真的是恐怖分子同样呢都是会被战火所波及的。那当然这个也造成了当地民众呢生活上非常困难。好，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非常令人难过的景象因为呢就有巴勒斯坦的小朋友你看他们这么小，结果呢他蹲在废墟中，他在干嘛呢？他不断的在挖东西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呢疑似就是被埋在这个废墟中了，这个瓦砾堆下所以他要
不断的用徒手的方式来找寻他的家人，那寻找他家人的遗骸而且呢，因为其实小朋友也没有其他的工具啊什么的，也没有人帮忙，所以呢，他就是用徒手的方式自己来挖掘那也不知道说到底家人的遗骸是在哪边呢？好，可是不只是这样还有在加萨的小朋友他们呢在皮肤上，在他的手上写上的名字看到画面上就是小朋友他们互相在写名字。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是说要留纪念或者像我们以前就是毕业啊什么要给同学写一些自己的名字不是，是因为呢他们很担心说，如果在轰炸中不幸丧生的话，那至少找到他们的遗骸，还能够知道这个人家死要见尸，所以才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谁不然呢，就是可能他们都埋在瓦砾堆中，那再加上呢，因为战火的关系所以可能呢这些尸骨都是比较不全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呢就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这是你看连小朋友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家人来亲朋好友可以找到他们。好，不过呢，以色列呢国防军就指控说，这个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了失败550次，他就用这张图说，根本就是你们自己弄的，因为呢你们自己的火箭弹失败了，所以加萨是你自己炸的。好，可是现在就说怎么办呢？要国际救援啊，所以拉法呢就是说，过境点先暂时开放了，这个关卡现在10月21号的时候开放了。可是问题在于，再有人道物资的20辆卡车进到加萨，可只能到南部，而且这物资还不包含燃料，根本就缓不济急。联合国的官员就说，你每天至少要进去100辆的卡车才能够应付需求。好，问题是才刚开放这个口岸呢又马上遭到炮击了，所以呢，这个巴勒斯坦又有1死4伤所以这个未来呢，这个口岸呢，到底要怎么样来持续使用呢，都可能还要打上问号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呢？这个现在以军他们也在加强攻势这个地面战是不是真的也是已经准备了？现在应该是等差不多把这边人都赶光了炸的也炸平了。他地面当然要进去要不然他现在这些所有的每天狂轰猛炸，没有一天停从10月7号开始10月8号开始，你看现在已经到今天已经22号了嘛，对不对？这个基本上完全没有停止，而且是24小时，白天黑夜的炸。然后这个21号终于让20辆卡车进去。你知道这个从10月8号开始攻击加萨，今天已经过了多少天？过了11天，过了十几天了。然后呢，现在在这个巴勒斯坦，就是说在加萨跟这个埃及的这个关卡拉法关卡，全世界的救济物资堆积如山，以色列就是不给你进去，里面的人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以色列还是不给你进去，所以。就是说，一天进去100架车，他只给你进，到目前为止20辆车进去，所以这个如果从国际法、从过去的很多判例来看的话，这个是对平民无差别的这种攻击，跟怎么样？跟平民无差别的否决他们基本的生存物资，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种族灭绝这就是一个大屠杀，轰炸就是大屠杀，然后不论任何的东西都不给你进去就是种族灭绝。所以在几天前，联合国所有国家，包括英国、法国，都同意说赶快停止这场这个攻击，无差别的攻击。美国反对，美国反对。所以今天我觉得每一条人命平民的人命上升在加萨走廊的话，那些投票反对的国家，他们手上都有沾有鲜血，都沾有鲜血。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看你怎么做，不是看你嘴巴怎么讲。那这种做法的话，现在发生在21世纪，我觉得是考验全世界还有一些良知的人民的一个良心。我们虽然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小孩子。对，我们特别感觉的心痛
对不对？巴勒斯坦小孩子身上写那些字，都是因为他将来被炸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哈，人家要分辨他是这个尸体是谁的，这个尸块是谁的。到了这种悲惨的境地，居然还有国家不准让他停火。那现在事实上，我觉得美国的警告也是蛮清楚的。对以色列来讲，你的军队进入加沙以后，你所有大部队跟你的装甲部队、先进化武器，你进入巷战的话，你都不占优势，我觉得你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在兵家上哀兵必胜，那就是说哈马斯也在准备进去，他看到他们的亲人成千上百的被以色列这样屠杀掉了以后你想想看，他们还会要他自己的性命，他自己的性命，他就是要为他们自己的亲人报仇了嘛。对，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我觉得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以色列的这个决策者一定要赶尽杀绝。他知道他过去杀别人很容易，可是这场战争的话，他们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我觉得以色列的这一些决策者，不但不把别人的命当命的话，你要把你自己以色列的子弟的命当命。为什么要把他们送到这样战场上呢？去做这样子的消耗？我觉得到21世纪我们真的看不懂以色列跟美国的做法到底在干嘛。那将军怎么看？说现在这个以色列他们指控哈马斯的火箭弹呢是加沙他们自己炸的。那我先讲这个看着很心酸，在小朋友手上写日其实以前我们也写过，但是现在国军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警觉性了。以前我们是用那种不会褪色的，你现在在写上会褪色嘛？以前我们规定是用那种不褪色的，然后写在哪里呢？写在内衣跟内裤上面，还要写上什么血型，就是说你一旦作战，你阵亡的时候。大概我们那时候没有写皮肤啦但是写在内衣内裤上面，就是可以知道你是哪一位。对，万一你阵亡了，如果你还有救的话，上面有血型，写上血型马上就可以输血，可以救。这是纯粹是作战准备。那看到他们年轻人，那时候我记得为了这个血型总司令上将那时候是蒋仲林，还亲自去检查。总司令到营区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把阿兵哥把衣服裤子脱下来。看内衣内裤上面有没有写这个，因为这是保命的东西，也为了将来辨识的东西，所以看到小朋友写这个，真的是心里头感慨万千。那这次杰老师讲的没错，就是种族灭绝，就是种族大屠杀。他现在把这个加沙走廊，这个我个人认为以色列不会实施地面作战，地面作战还是说，还是一个就是男人对男人的决战。他现在纯粹用空袭。纯粹用封锁加沙走廊这个通口，把你这些人民在里面，不是把你炸死，就是让你饿死，或者让你病死，就这种各种残忍的手段，就让你全部在里面，全部死亡在那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次是真的是种族这种屠杀，那看了也不忍心，我们在旁边也无能为力，对不对？甚至连美国这种国家，西方这种国家，就任凭以色列用飞机去残害这些无辜的老百姓。现在你听到他讲吗？以色列现在只有一个理由，他说你们这里面有哈马斯，然后他飞机就去炸了。然后他还讲一些什么负债，就如果炸了老百姓的话，那是负债必要的伤亡。他们说那你人质怎么办？他说人质呢是要考虑的事情。所以从这几件事情我们看得出来，他就准备用轰炸的手段。那你说地面部队会不会进去？我个人研判地面部队以色列地面部队不会进去，因为你进去里面，你自己本身会遭受到很大一个伤亡。他不管坑道或干什么，我自己本身在金门也是，我们是住在坑道里面，我们知道你打坑道战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譬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有一种名称叫福地堡，也有一种叫反射击阵地，就是你的入口是在这边，其实我在另外一个方向，这嘉义西厢是对着我自己的碉堡的射口。对不对？你去攻我碉堡的时候，我从屁股后面打你。那到你那个碉堡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入口，因为那入口可能在10公里之外才有这入口到这边来。那你说我丢手榴弹或用火攻或丢，没关系，我把铁门关起来，我那个钢板门关起来。我们在金门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以色列军队进去的话，会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他现在最残忍的手段就是不断的用空袭、用封锁，让你病死、饿死、炸死在里面。来，彬哥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他又投传单，叫说你任何不撤往南部，那你就可能被视为恐怖组织的共犯。
那问题是有一些人听了话，因为哈马斯是叫大家不要撤，那可是呢，有一些加沙走廊的人，大家还是想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嘛。好，往南部撤的时候，结果你以军就去轰炸南部。那请问一下，他到底撤不撤？对啊，你到底要人家躲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其实以现在有公布的数字，大概加沙走廊已经死亡超过5000人。那实际上死亡一定更多，因为这根本没有办法统计，很多人都被埋在那些土石瓦砾断垣残壁之下，所以已经死伤这么多人了。那以色列认为报复要怎么样才够？你要抓完所有的哈马斯吗？你抓不完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哈马斯根本就不在加沙走廊啊，他在别的国家。请问一下，你怎么抓得到他呢？那你针对加沙走廊一再的进行这样的攻击，请问一下，你到底是报复，还是你要伸张正义，还是你真的是要肃清恐怖组织呢？看起来都不像啊。现在看起来就只是很单纯的种族灭绝，你就是想要让加沙走廊这边的人死尽死绝，要不然就是叫埃及把他们全部接走。那埃及现在也不愿意啊，所以埃及现在是反往里头送物资，每天20卡车，但是那边需要100卡车才够。那时间一拖久，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断水断电1个多礼拜了，那再持续下去的话，会有多少人根本以色列不用来打，有的饿死，有的因为没有医疗设施，可能就直接死亡。那还会造成多少死伤？我就觉得很悲惨的，就是美国号称是世界警察，就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看待，还是一昧的就是支持以色列。那难道加沙走廊这些人，这200多万人的性命都不是命吗？然后全部都睁眼看。然后美国在安全理事会也直接否决了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请问一下，这个战争还要绵延多久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看中俄是不是有力量能够介入。那我觉得以色列接下来就好像刚将军讲的，如果真的要打地面战，他自己本身的伤亡也会大幅增加了。你有必要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吗？这样对谁有好处呢？我真的希望大家冷静下来想一想，赶快停止战争。对，但是停止战争呢，现在看起来呢，短期真的蛮难的。我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提到说以巴呢希望停火，不过呢原本有个盼望是在这个埃及这个峰会但是呢目前来说是没有结果的，主要也是因为大国包含以色列啊、美国啊，他们都缺席了。那中东各国呢，还有中俄是有派人出席的。好，所以这场会议几乎就是没有能够协商出一个结论了。而巴勒斯坦的总统就说，巴国人民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土地。但是你看到加萨人啊，他们呢只好怎么办？制图求救，像有小男孩就对其他的阿拉伯世界伸手，就说：“哎，你看得到我吗？希望大家给他们支援。”好，因为这样子呢，我们看到挺巴勒斯坦反以的声浪持续的延烧。在伦敦呢，即便是下着雨还是有10万人，他们是上街要来声援巴勒斯坦人的。你看到他们是高举着这个旗帜这是在英国的情况。可是呢，另外是包含在其他的，像是呢反以色列，然后印尼啊、大马的美国使馆前呢，他们也是来进行示威抗议的。好，你看到他们就是同样焚烧呢这个以色列的国旗啊，甚至呢还有人就践踏了拜登的照片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像是呢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啊等等的，他们呢也有一些集结的抗议。所以有学者就形容这是阿拉伯之春之后最大规模的。好，可是呢现在以色列政府也说好，提醒以色列的公民赶快离开像是埃及、摩洛哥啊这些10个地区，担心他们会有危险而麦当劳这个企业呢，它也被卷入了。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在以色列的加盟店呢说要免费供应给以色列士兵和医疗救护人员餐点其他的中东的消费者就非常生气啊。所以你看到呢，有人就狠踹这个麦当劳的大门啊，还拿起椅子来砸毁这个麦当劳的玻璃。
所以其实现在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说不同的这个想法的人呢，他们有一些冲突哦。那加萨呢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因此激起了仇恨的犯罪呢？在美国的密西根州就有一个犹太教的教堂主席就被发现哦，是被身中多刀，倒卧在血泊中哦。当然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不过呢，就是说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好，但是现在中东哦，可能世界会不会变成是一个大乱的状况呢？因为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哦，紧张情势升高了。那本来说以色列要强力反击，不过目前美国呢是劝阻，要他们不要再开第二战线了。而美国呢也敦促联合国要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所以呢就拟出哦说，要求啊这个伊朗要停止出口武器给这些恐怖组织。可是伊朗哦也更厉害了，他们就拿出这个地图哦，说你不要再讲了，因为呢我们根本就都有掌握说美国在这边的这个陆军基地哦，我随时都可能直接摧毁美国的陆军基地哦。那他也说，美国的现在这个中东基地是被伊朗的准军事组织等等敌人是包围的，而且呢，这些组织他们都拥有一些无人机啊、飞弹啊等等更先进的武器哦。所以呢，这个紧张的情势升级哦，美军现在也要增派萨德跟爱国者防空系统了。只是说，现在在国内啊，美国的国内拜登的1000亿美元的军援案呢，现在因为众议院没有议长，所以依旧还是审不了，非常尴尬的状况。来，介大使怎么看说现在这个埃及峰会哦没有结果，那这个和平的曙光到底什么时候可能出现？和平我看是非常困难啦，因为这完全看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他是要借这个机会啊，把加萨走廊的问题对以色列造成的威胁啊，还有以色列建国中啊，还有这么一块土地没有这块拼图没有拼完啊，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是要把它彻底铲平的啦。他一直开始就铲平，他可不是讲笑话的，对不对？他以前没有等到机会，现在已经等到机会了。你现在这些巴勒斯坦人还是天上掉传单啊！你不撤离，你就是帮凶啦。意思就是你们还不赶快走，连医院我都敢炸了，你还留在那干嘛？对不对？3000人的医院，还是以色列一颗飞弹就把你炸死500-600人，在以色列现在这个只能说是怎么样呢？内塔尼亚胡是杀红了眼，非打不可。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一定打下去。可是问题就变成了我今天看一些媒体，就说你不给别人余地的时候别人将来也不会给你余地。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历史上有一些民族他不断的被别人这样子遭到别人这种的对待。那你今天看看以色列这样子对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赶尽杀绝的做法，你会认为没有后他就这样就算了吗？对不对？不太可能的嘛。我不晓得为什么整个的以色列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有良心头脑还比较清楚，他们也反对。可是现在看起来以色列没有人能够阻挡内塔尼亚胡这一场疯狂的大屠杀跟种族灭绝。在21世纪你要做这种事的话，你可能目前这种状况下，你会看到国际社会很虚弱的。可是我觉得你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今天把100万人，你杀了几万人，你在各地这样子用你的现有的军事优势，你为所欲为，别人用什么方式回应呢？一定会回应的。也就是今天阿拉伯世界慢慢正在团结当中。你今天在这个美军现在美国完全在站在以色列这一方面，他在阿拉伯这些军事基地。其实伊朗并不是说要攻击，而是提醒整个阿拉伯世界说，这个兄弟们，你看这么样支持以色列在屠杀我们这个阿拉伯兄弟的美国，还在我们这边还有这么多人，让他在你的自己境内怎么样，还维持军事基地，这是一种提醒。那我觉得这种像发生的这种不对称的报复。我觉得已经开始了，你现在已经开始了。那么他将来这一个不对称的报复行动我希望不是遍地开花，可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怎么样，会越来越多。来，将军怎么看这个现在反以的声浪？你以为以色列就把加沙走廊拿下来以后就没事了吗？
大家看看前面这个标题：以色列与真主党紧张升高，对不对？我跟你讲，原来是要打真主党的，是谁的意见呢？是以色列国防部长。我也一样是军人，他的国防部长是军人出身。如果是军人现在眼光来看的话，一定先打真主党。为什么？然后回过头来再打加沙走廊？为什么？因为真主党对他威胁最大。所以他会把他威胁最大的敌人消灭掉，但是因为拜登跟他们考虑到的是政治的这个国际的观瞻，也避免他美国卷入太深，所以劝他先不要打真主党。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色列这次如他所愿，世界不去制止的话，他拿下加沙走廊之后，接着他下一个目标就是真主党，黎巴嫩的真主党。因为黎巴嫩我们知道，真主党是一个组织而已，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政府现在其实也比较弱。那但是他靠着真主党这个组织，靠着伊朗对他的这个火力提供他的金钱，或者是提供他的这种武器，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在军事组织上面他可以强大。但是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场仗打完以后，接着下来就是真主党，接着下来是哪里呢？就是约旦河西岸。当然，这个阿巴斯现在还很天真，觉得说他不会对他怎么样，还在那边法塔赫组织他和平相处。没有应和他们巴勒斯坦人同时发起攻击或怎么样，他还在那边。为什么我说约旦河西岸也是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目标？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以色列他要扩展他国家的领土，他才有战略纵深，他现在没有战略纵深。第二个，我跟你讲，葛兰高地它是强占了叙利亚的葛兰高地，葛兰高地是那边唯一水源的来的地方，就是葛兰高地下了水以后，它除了是军事上战略要地之外，高地可以控制着整个，可以砍制整个以色列平原之外，另外它下了雨水就流到约旦河，约旦河再流到那个死海，所以这个河流对以色列来讲是生活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包括西奈半岛都是以色列寄予的目标，所以将来你看这个打完以后，后续绝对是真主党，这么加上葛兰高地、西奈半岛还有约旦河西岸，都是他所谓的他们自己宗教上所谓的神给予他们的土地，他们都要夺回的。来，彬哥，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你一般这些组织不管再去开什么和平会谈啊，什么都没有用，因为美国去帮以色列做一个最大的支撑点，所以以色列就当然想趁这个机会，把他的整个完全掌握这一带的这个欲望，然后全部一次把它完成。刚好借着这一次他被攻击之后，然后直接就完成他们过去一直以来的期望，肃清整个加沙走廊，然后甚至把约旦河西岸这边残留的据点全部都拿下来。但是你如果真的让以色列这样做，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我认为未来这个报复大家永远不会停止，因为这一次其实已经造成非常深的一个仇恨了。这些仇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出现这一些所谓的恐怖攻击行动，但这些目前看起来是零星的，不是有预谋性的，也不是有组织性的。可是当你这个仇恨越结越深的时候，我认为有组织性的，甚至如同当年911这样的恐怖攻击就会出现，而且这个规模恐怕会越来越大。那你说你要去要求伊朗啊或者其他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不要给这些援助，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现在也许直接明目张胆的正规军的这种帮忙行动是不会出现，可是他们民间的这些相关的组织啊，他们当然会同情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所以一些展开的报复行动，他们一定会提供相关的资源，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所以接下来如果以色列这个战争持续扩大，我们会在全世界各地都看到类似的恐怖攻击行动。是啊，和平才是这个所有人类最大的共识哦。那我们现在来看，包括了以巴冲突部分哦，以色列呢现在空袭的地点呢，包括了北加萨，可是呢现在很多的平民跟难民呢都往南部去做一些疏散的动作。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空袭是不是不讲武德呢？怎么说？这个以色列说空袭北加萨北部，结果居然炸的是南部，让正在往南部跑的民众已经变成无处可逃了。那现在呢，包括了埃及也展开了人道救援物资，已经到达了拉法的这个关口这边呢，可以看到埃及的物资已经来了。可是现在以色列现在有传出所谓的进攻3部曲，怎么讲？以色列宣布要加大加沙的攻击力道，然后向
哈马斯来做施压。那包括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说，军事行动呢分成3个计划，目前呢处于第1个阶段。那什么是第1个阶段呢？就是要消灭恐怖分子，并且摧毁所有哈马斯的这个基础设施。那第2个阶段呢，就是要低强度的行动，要根除哈马斯的特工。再来第3个阶段呢，就是以色列要撤军，为以色列的公民建立新的安全实现。那现在哈马斯的领导人就说了，哈马斯扬言要长期战斗以突袭以色列呢，这个计划呢已经筹措了2年，来对以色列要做足准备。那现在包括以色列也认了他们轰炸了清真寺，那内部呢怀疑这个地道入口会通往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就是这张图。那现在呢，以军已经证实对泽宁进行空袭，目标呢是被用于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安萨尔的清真寺。另外，以色列军人对清真寺的内部进行搜索，疑似发现像这样子的地下隧道入口。那现在呢，南侧是不是变掉了？因为我们知道，你看光看了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南萨竟然被轰炸。那以军不是才说要空袭加沙北部，结果竟然炸的是南部，酿成11死啊！那百姓现在也无处可逃了。那现在呢，包括了哈马斯要宣称再放2名的人质，结果遭到以色列拒绝。以国的总理呢说这个是假讯息，怎么说呢？以国的外交官说呢，哈马斯释放2名美国人质之后呢，美国与数个欧洲国家敦促以国暂缓发动加萨走廊的地面攻势，避免以军入侵可能破坏更多人质的努力。那以色列一开始呢还抵抗，还推迟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的压力之下才暂缓同意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是现在呢正在运送那个物资的画面了。这个是埃及跟加沙地区在接上这个拉法边境的，在11月21号开放。那首批的物资呢已经开始运推到巴勒斯坦地区了。那美国总统拜登呢就说了，已经获得以色列跟埃及总统的承诺，将让这个援助的物资来做通关。那但是呢，公路必须要修复，但是情况现在目前非常的糟糕。另外呢，包括联合国官员也说，这支的救援物资的车队绝对不能是最后一支。不过现在大家很担心的是，这个以巴冲突会不会扩及到中东地区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说，现在以色列呢想要先发制人偷袭真主党，但是呢，拜登急劝退，说避免冲突会扩大。因为以色列的鹰派呢呼吁当局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要求先发制人，对真主党呢发动攻击。结果呢遭到拜登劝退避免区域冲突扩大。那巴勒斯坦的官方也表示呢，在约旦河的西岸暴力事件频发生。目前呢，约旦河的西岸至少有84名的巴勒斯坦人遭到以军的攻击死亡。那以军呢是在使馆附近等于以色列呢是在使馆附近呢是用这个土制炸弹来爆炸。结果呢，塞浦路斯的警方呢也逮到了4名嫌犯。回过头来，我们要请教亮哥的是，这个进攻3部曲真的有可能照着这个剧本演出吗？我确实是这样提啦，可是第1阶段恐怕就无法结束啊。比如说消灭恐怖分子，怎样叫消灭？是，搞不好很多哈马斯已经跑到南部去了。那南部都被轰炸了。他南部不可能一直炸啦，他一定是说他因为追什么哈马斯分子，所以偶尔去炸。他不可能一直炸啦，这个他要处理都是处理北部啦。他实际上对人质也这样讲啊。美国说，你放2个人质，那你再缓一缓，你不要急着打，我们再来谈看可不可以释放更多人质。那以色列没有同意啊。以色列说，释放人质计划不会影响我们的军事行动，因为他知道时间对他不利嘛。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啊，像伦敦昨天10万人上街头，对，那你这样怎么挡得住啊？然后现在美国的那个白宫外面坐一大群人啊，都是穆斯林，就围着美国国会了啊。那国会前一阵子是犹太人的左派冲进去啊，是大概300多人。那现在外面我看大概围了2-3千人啊，所以我跟你讲，他们大概就是准备这个以色列只要展开地面行动，他们就要冲进去了。所以我跟你讲，各地都有这一类的行动啊。我们这个还叫民主国家的群众运动，我还没有讲恐攻那欧美国家搞不好还会有一大堆恐攻所以我认为以色列第1阶段就陷进去，然后就这个阶段就打不完了啦。
他没有办法进入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意思就是清零嘛，对，就好比他先在那个以色列境内杀掉了1500个哈马斯嘛，你在加沙你怎么去区别巴勒斯坦人跟哈马斯？这根本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嘛，所以你说会不会到第3阶段？事实上有人评估过，他这个3个阶段大概就要6到8个月。国际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玩呢？等那么久，对不对？开玩笑！我跟你讲，你地面战争1个月内如果还不能撤军哦，我认为国际力量就进来了啦。那目前当然是旁边忍耐不住的广义的民兵啦，是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啦，然后伊拉克的圣城旅啦，然后还有那个也门事实上也那个发动了8架无人机啊，还有发射了6枚。大概是火箭弹嘛，那叙利亚也可能加入啊，如果是叙利亚，就是国家级的力量了，而且很可能那个俄罗斯那个车臣部队啊，也会透过叙利亚的管道过来，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可能国家级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啦，可能都是代理人战争，都是民兵，可是以色列就变成多面作战，所以我认为这个战争其实会拖蛮久的啦。可是过了1个月之后，我不认为国际能够接受了。那到时候美国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了，那拜登的民调也会越来越下降了。所以那个时候恐怕就要做处理了啦。所以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血流成河啊。因为加沙的平民一定会死亡非常严重嘛。是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国际的舆论一定会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了。是。蔡博士想跟你请教一下这个以色列被说不讲武德，明明就是空袭的是重点，但是像南部民众往南部撤，可是现在突然就炸南部，这样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所谓的国际力量，我比阿亮哥悲观太多了。阿亮哥是对国际力量很有信心。那什么叫国际力量呢？就是说，抗议啦、游行啦、示威啦、静坐啦，甚至有一点的什么爆炸啦、能不能使得以色列跟美国收手？我看不出来。包括很多国家在声援巴勒斯坦，也没有人说要制裁以色列啊。对，连以色列的制裁力量都出不来的话，那更不用谈说要武力干涉。这个就等于是给以色列一张通行证。你说他打了半个月以后会怎么样？以前这个案例，我在剖析过俄乌战争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我对国际力量太悲观。当时支持乌克兰遍地都是啊，就经过这一段时间还有吗？没有啊，为什么？所以我对国际力量这从来不看好，就是原因在这里哈。阿亮哥对人性是比较采光明面的看待。俄乌你是会碰到俄罗斯呢？不是啊，那这个美国就不管如何，就是支持乌克兰的国际生意力量，现在几乎都不见了嘛。没错，好，所以对于这个国际力量，我相对的是比较悲观的哈。我觉得这个是人性的弱点哈，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常常看到的力量。我在警告说，我们台湾如果老是要，往台海战争的方向走的话，我们不要以为国际力量会挺我们，啊。会啦，第一天会上街头抗议，会静坐啦，撑个1个月就没有了啦，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哈。那以色列的空袭哈，以色列什么时候讲过武德啊？你怎么会这样要求呢？以色列觉得说哪里他认为是有哈马斯的地道出口，有哈马斯的这个所谓通信设备、基础设施、军队相关的设备，通通把你炸光嘛。这个给我们台湾很多人，我告诉我们台湾很多人，包括美国人，说叫我们台湾人打城镇作战。什么叫城镇作战？就把城镇的房子通通轰平了、炸平了以后，那地面作战就开始啊。是，你看马林卡，你看马里乌波尔，你看巴赫姆特，哪一个不是这样子的？还有轮得到你？你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还轮到你说你在派很多民兵啊？哇，台湾人手一把卡宾枪，派出所都有什么刺针飞弹，你能打啊？早就统统把它轰平了，再来进行城镇作战了。以色列就是玩这个游戏啊，这谁教他了？俄罗斯教他的啊。俄罗斯摆在面前吗？乌克兰想打城镇作战，最后什么都不见了。你很简单，他就把城镇统统轰平啊。所以以色列现在采取相同的策略啊。那把城镇通通轰平，进行城镇作战，那老百姓的伤亡一定会很惨重啊。那乌克兰会伤亡相对不惨重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有撤退的空间嘛。可是现在加沙走廊没有啊，连埃及都把它封住了啊。那这2天双方面协调，放了2个美国人，这卡达做中介，放了2个美国人，然后准许进去的20辆的这个所谓的补给车又封起来了，又封起来了。那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平常没有发生战争经过拉法口岸进入加沙走廊的物资就是100辆，每天就是100辆。你现在战争的时候，你只准许10天来只有准许的20辆，能干嘛？换句话说，以色列在采取一个我们中国古代的围城策略，中国古代的攻城策略，先让你造成饥饿，然后猛轰到最后让你投降。他基本上是玩这个游戏了在历史上的战争史上，这种很常见，但是加沙走廊的老百姓就变得相对的可怜。是左教授，你又怎么看呢？其实我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人质的问题哈。那为什么会第一批放出来2名美国人质呢？大家就透露了2个讯息。第一个，很多人说为什么选择这2位？因为他们看起来相对健康，所以他希望展现出来说这个整体的形势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大家当然就燃起了对于人质释放这样一个期待。第二个，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表示美国是这个关键的因素到一般报道是说是因为这个卡达在中间协调，但背后也有美国的力量。所以说，事实上这个释放是因为把这个援助物资送进加沙，是把它绑在一起，就是援助物资送进加沙，换得这2个人释放。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交换条件。那当然，现在卡达方面放出来消息，就是说未来所有的人质都会很快的释放。前提当然就是说，以色列这一方面这个军事行动能够稍缓但是以色列当然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原因是，当然以色列当然是对于哈马斯本身是没有信任的，因为这完全过去没有对话，哈马斯他的一个主张就是要消灭以色列嘛，所以以色列跟他是没有办法对话。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以色列认为这是一次他能够消灭哈马斯军事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如果不能消灭哈马斯的军事力量，以色列永远不会觉得他得到了安全。所以说，他当然重点是要消灭。所以你看，大概说像这个耶路撒冷邮报啦，或者这个以色列时报都没有报道，都没有大幅报道这个人质释放的问题。很显然，他现在的重点是在这个战争的准备。但是现在这个战争就是说打进加沙这件事情呢，大概美国会非常的担心。所以美国当然就是现在就是要跟以色列进一步的这个协调，就是说到底你进去的这个方案是什么？你到底会打多久？你范围会多大？你未来要什么时候撤军？那这些问题，包括像一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现在都提出来，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不能够就他这个将来撤军的方案提出来具体的这个规划，美国就不应该再提供援助。大家知道，共和党是最支持以色列的。连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总统候选人都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知道其实美国社会也在一些变化，甚至有的民调都显示说，其实美国年轻一代支持以色列没有像年纪大的这一代支持的人那么多，所以年轻一代可能很多人也是蛮同情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这个我想才是拜登总统他现在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怎么样一方面支持以色列，但一方面又避免战争的扩大那怎么样？一方面能够让以色列在这个战场上的处理呢，不会伤及太多的无辜，不会造成这个其他阿拉伯国家群情激愤，共同来这个扩大战争。是，像以巴冲突进入第2个多礼拜，那各国领袖的态度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埃及的和平峰会结束可是加沙停火的这个议题呢，讨论没有进度。哇，那可能是还会继续下去吗？现在以色列呢，跟其他主要的盟友呢，跟包括美国都缺席这个会议。此次峰会呢，能否顺利取得成果，并不乐观。那这场峰会呢，主要是在探讨说如何阻止扩大战争区域，但是外交人员心知肚明，呼吁停火以及提及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的自卫权都很难达成共识。甚至呢，阿拉伯国家都表示说，很担心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呢攻击加沙，恐怕让加沙的民众被赶出去，就像1948年第一次的以阿战争之后呢，大量的巴勒斯坦人逃到其他国家去的情况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这个自治政府的主席他又说了，巴勒斯坦人绝对不会离开他们的土地。那埃及的总统呢也说，反对将巴勒斯坦人驱赶到西奈半岛，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
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那现在呢，约旦的国王也说，强迫这些居民无家可归，根据国际法，这是战争罪，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红线。可是像大家说，那这件事呢，欧美是不是有点双标的感觉呢？现在就外界就批欧盟的主席不受控挺以色列，那800名的员工呢致函轰双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概有800名的欧盟的职员联合致函，说欧盟执委会的主席批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受控，那对乌俄战争以及以巴冲突是双标的情况，甚至包括了外国媒体呢，美国政治杂志呢也说，10月19号，冯德莱恩呢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提到以色列的自卫权，但是却没有提到欧盟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惹怒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另外呢，包括了未关闭来损害国安的半岛电视台呢播报铺路。现在呢，以色列政府呢也紧急批准了这样的规定以色列政府呢在10月20号批准这个紧急规定，认为说呢，如果外国新闻正在损害国家安全的话，将允许主管部门呢在当前因为哈马斯发动战争而进入紧急状态期间，暂时下令关闭半岛电视台在地播报的以及采访的办事处。那现在呢，以色列通讯的部长呢就说了，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开打以来半岛电视台就已经损害了国家安全。另外呢，法国学者也说，哈马斯呢很会打认知作战，那在透过中国、俄罗斯以及这个伊朗假讯息的生态圈来加速传播。以色列呢，现在也投身媒体战，指称对方摆拍装可怜，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我们先来看到，包括现在之前讨论到空袭医院，现在好像变成各说各话，成为罗生门呢。加萨医院呢，现在到底是不是以色列所为呢？法国的军情局说，恐怕是巴勒斯坦火箭弹发射失准所导致的。法国的军事情报局就说，在加萨发生的这个医院爆炸事件非以色列的飞弹袭击所致，很有可能是巴勒斯坦的方面火箭发射失准所导致的情况。我们看到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那现在呢，包括了英国的第4频道的记者团呢，在爆炸现场的小型坑洞也似乎与迫击炮比较相符。那现场的建筑呢，也只有外观受损，非造成结构性的坍塌，这个可能不代表说是以色列的飞弹在地面爆炸，但也不能排除空爆弹的可能性。另外呢，荷兰的独立调查网他也指出说，这个爆炸现场的撞击点来看，以军呢所使用的是联合职工的弹药并不相符。另外呢，包括了刚刚提到的半岛电视台的查核团队，他指出说，比对这个影片之后的总结以军的说法呢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呢，引述不同分析指出以色列说法与实际看到的情况有所出入。再来，英国的 BBC 也指出重新检视的影片认定之后呢，以色列军方的说辞有点出入。例如呢，以国的军发言人呢，他怎么说？他说，攻击是来自医院旁边的一块墓地，但地图显示发射地是在更远的区域。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外交峰会没有共识？这个外交手段是没有用的啦。他开100场也没有用啦。那怎么办？美国就否决权啊。是，我现在是要进入交战状态，你只能够用军事的力量对抗军事的力量啊。所以那个约旦，你这样讲也没用啊，不然你能出兵吗？比如说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没有军事布局嘛，对，所以中国大陆能够做的就是人道救援的物资，然后另外就是外交嘛。所以现在真正使得上力的就是手上有这个武力的单位啦，是所以这里面事实上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伊朗嘛，那另外一个就俄罗斯嘛，因为伊朗跟俄罗斯确实有部分在这里有军事的那个动员的经验嘛，对，那俄罗斯可以透过叙利亚嘛，那到底俄罗斯的部队要不要进来？车臣算不算？那伊朗，那不过如果讲到俄罗斯跟伊朗那个就是大规模的啦，就是国家交战了。是，目前看到的只有民兵嘛，那民兵坦白讲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啦。那以色列这一次我们讲白了啦，我觉得以色列它有一个目的是不能公开讲的啦。什么目的？他就是希望把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全部都赶到西奈半岛了。
那埃及现在是不放嘛，可是未来你就会看到很多实际战场上的惨况，那国际就会施压，要求埃及要开放边界了。哦，那联合国就会说我们出钱啊，帮你养这一群难民嘛。那以色列目的就达成啊，把加沙把那个我们说那加沙走廊清空啊，然后把他赶到埃及那边去啊。我觉得这个搞不好是以色列真正的目的了哦。那他现在只是表面上不能这样说，所以他就说我先清 Gaza City，所以是北方嘛。可是230几万人的人口 ，Gaza City 就将近70万了，哦，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步一步来啦。那你刚刚不是说有炸到南部？对，他可以说我在打哈马斯啊，然后那个是间接受损，都有理由了。不，他就是会这样干啊。这个，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灭国之忧啊。是啊，因为以前他没有想过哈马斯会有这样的武器嘛，所以不管是越过那个8公尺的围墙啊，或者是手上突然之间有那么多火箭弹，那还有无人机哦，他觉得这个已经是灭国之忧了啦，所以他一定会痛打，而且会坚持到底啊。所以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 hold 住他？就只有美国啦。是，就除非美国内部产生非常大的制衡力量，要拜登或者是共和党要发挥他的影响啊。那美国越战也是这样啊，也是因为国内的因素。那当然，当地也要有一定的那个纠缠的战情啊。这两个因素是最核心的啦。那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的民意事实上也在迅速转变啊。刚刚那个左老师有讲到，年轻人对巴勒斯坦是比较同情的。事实上，年轻人支持以色列只有27%，那60岁以上支持以色列是81%。现在在美国啦，是哦，这是 CNN 公布的民调啊。那随着地面战争摊开，无辜的平民越死越多，我认为这个民调一定会更戏剧性的产生变化。是我们先接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接着请教蔡博士怎么看现在？这个欧美是不是双标来封锁一些媒体呢？以色列封锁媒体，甚至于像有些国家是限制巴勒斯坦游行哦。对，这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听巴勒斯坦人不准游行，这是什么话嘛？哦，马克宏的态度很清楚啊，跟拜登一样哦，都是背书说以色列跟加沙医院的爆炸案没有关系。等于让以色列有了一个舆论上的制高点。埃及这个和平峰会啊，我要不客气讲，他们是在帮自己开脱应有的责任。哦，对啊，就讲一些话安抚老百姓。对，然后真正你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说以色列的拉法关卡，你这个关着不能进去，那你就派军队把关卡推了嘛。是，你不敢，对不对？然后你不敢跟以色列来一个武装的摩擦，都不敢。你说约旦国王说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红线，那好了，以色列先跨越红线，来看你约旦怎么做。就像那个阿良哥讲的，这其他的国家都是只能出嘴巴啊，对，他也没有什么真的想要赌这一局啊，也没有那实力啊，而且这些人多多少少跟哈马斯有恩恩怨怨，像埃及一样。他们搞不好就乐见哈马斯被消灭啊，所以心中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又在这个对巴勒斯坦的难民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讲法，比如说埃及总统塞西说：“哎呀，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谁不知道？问题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国跟以色列国两个人老是打起来，你也是要怎么处理？先处理这一块嘛。那你以前所有的中东战争，埃及都是主要角色啊。对，这也是埃及是跑得远远的。那很自然，这个巴勒斯坦的老百姓以及哈马斯啊，就会被打一场围城战哦，这个就变得很辛苦了。那你说冯布莱恩，你看哦，他当年挺乌克兰那个积极的样子，
已经挺的有点呢，我不晓得该用什么形容词。他半个美国人，不，那现在又对这个巴勒斯坦对以色列这么挺的态度，他完全跟拜登总统是亦步亦趋。对，那你欧盟员工抗议有什么用？叫美国国务院员工抗议没有用啊！那虽然说美国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巴勒斯坦支持度升高了，可是他们不是主流，就是个主流媒体不是这样的呈现，再加上美国的政坛上也不是这样的呈现所以有一两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讲东讲西，那个也都是边缘的人，所以这一场就是以色列有了主场优势，我们只能祈祷吧。是，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最后请教左老师，你怎么看？好，未来大概就是一个混合战了，不只是这个加沙的战场，而且在全世界的这个舆论战场上，也会看到支持以色列的跟反对以色列的、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样子两股声音，不断的在相互交战。那当然，就很多交战的基础是在于很多就是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可是，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本来就很难厘清，比如像到底多少人被哈马斯绑到了加沙去？那礼拜五，以色列说是这个206人。那今天最新的数字，这个哈马斯说是210人，以色列这边说是212人，所以到底几个人还不知道。第二个，像医院被炸这个事情，当然以色列方面就说，你看那个炸弹的这个口径啊，或者它大小啊，或者它的位置啊，它是打在停车场，不是打在这个它的建筑物啊，所以它应该是旁边的这个所谓的旁边的这个建筑物射出来的，而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好，那这些当然都是双方各执一词啊，包括死多少人，100人还是500人还是700人。但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如何去澄清这些事情？所以你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比如像说这个最近有一个说法是说，哈马斯其实原来并没有想要绑架人质的，但是后来因为跟着一些巴勒斯坦人跟着哈马斯冲进以色列境内的时候，他们去绑架了人，但结果后来以色列就说公布了说，在死亡的哈马斯的战士身上找到了一个说这个指令，说是要绑架人质，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多都是需要后续的证据不断的去澄清。那以色列现在说要关闭这个半岛电视台，那其实最近也有半岛电视台说，以色列是不愿意接受这个释放人质，他说你要释放人质，直接把人质往这个埃及边境释放就好了，你根本不需要跟我去洽谈。那这意思就是说他拒绝，而且他还要继续进攻。那当然以色列就很不满这样子的新闻，所以要关掉半岛电视台。可是我们澄清消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让更多的消息出来，那大家相互比对，我们相信这个读者的智慧，我们相信人民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面对假消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对任何消息一开始就说这个是假的，你不要相信这个，而那种说法往往会被大家所质疑。我觉得这是我们在面对假消息的时候一个我觉得更合适的